美国在关于我国台湾问题的表态上可谓反反复复，基本上是翻烙饼一样反复横跳。拜登对台湾最新一轮的讲话表态刚完，之前态度截然相反的旧账却又被人给翻了出来，态度简直是呈现出鲜明反比。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国在关于我国台湾问题的表态上可谓反反复复，基本上是翻烙饼一样反复横跳。近日，美国媒体就曾经爆料拜登关于中国台湾问题的表态，从2001年首次表态美国没有保护台湾地区的义务，到现在的美国又承诺要保卫台湾。10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电视节目公然宣称，美国承诺将保卫台湾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而随后，美媒《纽约时报》却指出，之前拜登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与现在接受采访的表态截然不同。在20年前，时任美国参议院拜登针对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干涉台湾问题提出了批评。当时有记者提问布什总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布什给了十分明确且肯定的回答：是的。随后，拜登专门关于布什这一表态发文投书《华盛顿邮报》，里面对于布什出格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拜登在文章中批评，尤其是针对外交言论称，表态很重要。布什生硬的表态让美国的国家战略变得含糊不清。而且，总统不光是对外交事务主要领导，他同时也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对于总统来说，语言很重要。可以看出，当时拜登对于美国总统如此直白了当的声明干涉台湾问题是不满的，要不然他就不会专门写文章批评了。那么为什么20年后当了美国总统后，拜登的表态会截然相反呢？为什么针对中国台湾问题，美国会反反复复言而无信呢？虎妞认为有2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综合国力。2021年的中国综合国力与2001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上，中国已经从2001年的世界第6的 GDP 总量一跃上升至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经济总量从1.74万亿美元飙升至14多万亿美元，翻了8倍多。按照美媒的分析，中国的 GDP 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军事上进步更是突飞猛进。进入2000年代之后，解放军迅速向信息化、现代化迈进。空军先后服役了隐形战斗机和大型运输机，歼10、歼16等一票新型战机，取代解放军的老式战机进入现役，这极大提升了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实力。陆军方面精兵简政，进行现代化改革，同时装备了新型的武装直升机和主战坦克，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可与美国陆军相提并论。火箭军也装备了远近结合的新型东方系列弹道导弹，甚至具备数千公里之外对敌方航母精确打击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海军方面那是更不用说，航母、2栖攻击舰、055等一系列先进的战舰先后服役，让亚太部署的美军感到了压力。中国综合新世纪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了威胁，因此原先针对台湾问题模糊化的美国开始针锋相对，挑弄台湾问题。他们认为这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有效的手段。第二个则是美国内部各方势力对于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认知长期存在重大的误判所导致。美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各方政治势力你来我往，左右互搏，如何打台湾牌运用不一。如特朗普当政时向台湾问题以商人方式讨论，拜登上台后又针对中国内政问题发表如此干涉言论，实质上在为岛内某些势力打气的同时，对台湾进行大量的过时武器装备大甩卖，在政治和经济上面实施双收益，从而最大程度地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美国打台湾牌并不是为了维护大陆与岛内双方的和平稳定和各方利益，台湾牌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十分顺手的围堵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目前，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实力相比解放军而言是一步步的萎缩，尤其是海空实力方面。因此，美国方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背后的势力要求美国国内正式的对台当局做出明确表态，
并且并不清楚这股势力是否主导美国对台政策。但是如果随他们所言，让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将来中美之间肯定会面临地动山摇的局面。届时，美国能否承受这千斤重担，还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的不断复兴和发展，为了遏制中国台湾牌，一定是美国手中最为重要的一张工具牌。不过，这同样也是一个悖论：中国越强大，美国手里台湾牌的威力就会弱几分，直到它彻底的失效为止。